前几天咱们聊了聊乌军的赫尔松大反攻，俄军至少15000人被包围。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场反攻包围战的后续。就在8月14号，赫尔松地区的民众发现，驻扎在当地的俄罗斯陆军第49集团军的非战斗人员正在向第聂伯河以东地区撤退。随后，乌克兰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很多俄军车辆撤退的图片。一些俄军呢，已经开始有组织地砸毁占领区的加油站。很显然，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坚壁清野，起码不能让这些油料灌进乌军坦克的油箱。同时呢，对于这次的撤离，甚至还有消息称，俄军第49集团军的司令部也在这次撤离当中。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乐子可就大了。很明显，俄军由于其横跨第聂伯河的4条后勤补给线路全部中断，第49集团军部队开始逐渐放弃右岸阵地，转而向河左岸撤退。而关于俄军的这次撤退呢，其实也是早有预兆。就在上周6晚，乌军再次袭击了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的另一座桥，使得重型车辆已经无法通过了。截止到目前，乌军的炮兵已经摧毁了连接第聂伯河上的3座大桥，一座公路桥，一座铁路桥，一座坝顶大桥，再加上右岸通过赫尔松地区横跨古列茨河的4座大桥，已经有7座大桥被乌军摧毁了。此前咱们也介绍过，地处于第聂伯河北岸的赫尔松获得补给的线路是一共有3条：安东诺夫公路桥、安东诺夫铁路桥以及新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坝顶公路。在此之前，前2座桥梁在受到海马斯重点关注之下，已经基本处于报废状态，而新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坝顶公路却似乎被乌军有意遗忘。直到更多的俄军涌入第聂伯河北岸，乌军才出手废掉了这条线路。至此，俄军后方通往赫尔松前线的补给线已全部中断。虽然俄军还可以依靠浮桥和渡船跨越第聂伯河，但是其运送的物资对于那些在赫尔松作战的俄军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虽然俄军工兵在试图修复被海马斯火箭炮击中的大桥，但看起来呢，俄军高层并没有打算认真进行这项工作。理由很简单，即便俄军工兵冒着被攻击的风险修复大桥，海马斯火箭炮依然可以将他们的工作成果轻易摧毁。而在之前的几次战斗中，海马斯发射的 M31系列卫星制导火箭弹的精度也已经被屡次证明，其重达90公斤的半穿甲战斗部不仅能够破坏桥面，甚至还会对桥柱造成损伤。没了补给，赫尔松俄军的那点存货显然撑不了太久。因此，在后勤补给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俄军继续坚守阵地，只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如果乌军有足够数量的炮兵和航空兵，这些聚集在背水地带的俄军只会遭受灭顶之灾。看起来，在海马斯的帮助下，乌克兰方面的战略规划正在逐步实现，俄军将失去在第聂伯河右岸的唯一立足点。乌军收复完整的赫尔松州，并对克里米亚造成压迫态势，而如今的克里米亚也不安全了。毕竟现在可是一个抽烟的季节，而这次俄军撤退的信号也代表着俄军准备放弃在第聂伯河对岸的突出部了。战争局势即将转为两军隔岸相望态势。当然，如果真的像传言所说，第49集团军的司令部真的率先撤离，那么这件事儿对于克林姆林宫而言，无疑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要知道，他们的撤离是建立在主力部队尚未撤走的情况下。如果后来部队全部撤下来还好说，但凡只要有一个营被乌军咬住，那么颜面尽失的普京也会命令军事警察在第一时间将第49集团军的负责军官通通逮捕。因此，其实从理性角度来看呢，俄军司令部是不太可能在这时候撤退的，反而是后勤、保密、医疗等单位才会优先撤离。等到这些部队撤离完之后呢，其阵地纵深内的各梯队才会在司令部参谋人员的组织下交替掩护撤退。当然，从此前俄军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出的军事素养来看呢，这次的撤离很难不遭受损失。毕竟在3月底的基辅大撤退当中呢，就出现了大批俄军抛弃装备涌向杰杰列夫河裸泳逃命的行为。同时，乌军再次强调，他们将在9月底之前全面收复赫尔松地区。而从目前的进度来看呢，这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计划。毕竟，乌军在南线战场上的作战思路十分清晰，依靠持续打击俄军的后勤补给线来大幅削弱俄军的作战能力，甚至让其面临弹尽粮绝的局面。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军是不撤也得撤了。而在俄军撤退之前呢，在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下，
胶合版大帅绍伊古已经将伊久姆和哈尔科夫地区的精锐部队一股脑地调到了赫尔松前线。截止到8月10号，已经渡河到右岸的部队包括第106空中突击师、第7空中突击师、第11空中突击旅、第76空中突击师以及第98空中突击师。这些部队虽说都是在基辅郊区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残兵败将，但是经过这几个月的休养之后呢，其战斗力还是有一定恢复的。而事实也证明，和普通的陆军部队相比，南线的俄军指挥官还是很看重他们的。就在上周，赫尔松俄军开始向尼古拉耶夫方向进攻，其组织的先遣集群除了一个加强的第255摩步团之外呢，就是以空降兵为主。然而他们在突进到刘伯里米夫卡村附近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左右翼友邻部队却没有跟进，因此这个集群呢很快就且战且退了，回到了原来的防线。至此，俄军的尼古拉耶夫攻势也寿终正寝。当然，同样由于能够横跨大河的这些桥梁已经被破坏成危桥，从东线战场支援的俄军主要武器都停滞在了左岸的梅里托波尔西北方向。而这会儿呢，正在撤退的俄军也并不好受，由于桥梁被海马斯切断，俄军目前的渡桥方式只能使用舟桥车这种军事装备，而且俄军还不敢将其链接成浮桥，毕竟目前南线战场的俄军已经丧失了制空权。在没有炮兵优势的情况下，脆弱的浮桥将会成为乌军火炮最理想的目标。一旦这些舟桥车被打掉，那么俄军就彻底失去了撤退的机会。因此，和浮桥相比，机动灵活的浮渡门桥要安全得多。当然，所谓的安全也是有代价的，毕竟这种军用门桥移动起来非常缓慢，而且运载数量有限，在渡口排队的俄军坦克怕是要等很久才能撤完。而目前从乌克兰的整体战线进度和这几次的炸桥事件中呢，也能看出其主要策略呢就是一个字儿：拖，力图拖垮俄罗斯。毕竟战争打到现在，克里姆林宫恐怕也很难继续这场长期化的高强度消耗战了。爱沙尼亚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宣称，俄军在战争中的坦克损失已经超过了英国和德国的现役坦克总和。而由于制裁的缘故，包括进口零部件、资金等困难，俄罗斯军工业很难及时补充俄军的损失，以至于不得不将外国客户的订货挪用给俄军。但这依然远远不够。之前咱们说乌军赫尔松大反攻的时候，底下也有朋友说过，持久战是不在乎一城一池的，而在乎消耗对方的人员、弹药、食物、武器等等。战争打得越久，对乌军越有利。眼前的牺牲换来的是长期的和平，因此乌军在战场上的进退总体上也是服务于这个战略的。当然，在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呢，是乌克兰还要拿出亮眼的战绩来给予乌克兰人民信心，给予那些支持他的国家民众信心。毕竟后者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对乌政策的走向。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泽连斯基在宣布发动赫尔松反攻时提到要展示乌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的原因了。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俄乌战争的其他战线。在经过了1个多月的苦战之后呢，俄军似乎终于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了进展。英国媒体报道称，俄军已经控制了皮斯基，这个地区曾一度被形容为战场绞肉机。在过去的1个月里，皮斯基数度易手，战况异常惨烈。驻守在这里的乌军第56摩步旅在俄军的焦土攻势下打得十分艰苦，但却异常顽强，拖住了俄军整整1个月的时间，为乌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然，对于俄罗斯而言，拿下皮斯基之后，俄军既可以从东南方向包抄阿夫蒂夫卡，也可以对从红军城到乌东前线的重要补给线形成威胁，也算是能给这1个月的努力交上一个不错的战果。同时，为了吸引南线乌军的注意力，俄军开始加大对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的进攻力度，并轰炸试图进入顿涅茨克补给线的乌克兰部队。而除了赫尔松地区的事情之外呢，乌军在最近又传出了重大战果。海马斯摧毁了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一处总部，而这个瓦格纳组织原本是俄军为了缓解兵源不足问题而请来的雇佣军集团之一。据称，这次袭击造成了大量瓦格纳高层指挥人员死亡。这次的打击呢，可谓是让俄军十分的难受。据称，这次袭击是在一名俄罗斯军事记者的帮助下完成的。这名记者呢，名叫谢尔盖·塞雷达，他在8月8号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自己对瓦格纳总部的访问经历。这篇文章呢，图文并茂，
作者声称自己在波帕斯纳的瓦格纳总部受到了家人般的接待，并配发了多张照片佐证自己的故事。在其中一张照片中呢，出现了瓦格纳集团的所有者俄罗斯寡头叶夫根尼·普里格金的身影，而在另一张照片中呢，则有着一个写着最近的防空洞地址的标牌。斯沃博达电台分析了该地区房屋的图像，认定这张照片中的房屋确实就在那个防空洞附近。因此，也有不少人认为，正是塞雷达的照片给了乌军坐标信息，从而导致了瓦格纳总部遭到了海马斯的精确打击。事发之后，塞雷达删除了那篇访问总部的文章，这似乎间接证明了这一事实。而除此之外呢，更有意思的是，一名神秘男子最近尝试利用假护照潜入赫尔松，帮助俄军打仗，结果走到半路却被俄国的安全部门给逮捕了。这名神秘男子的身份正是前顿涅斯克国防部长斯特列科夫，这家伙可是个狠人呐！从军20多年，车臣、格鲁吉亚、叙利亚以及此前的乌东，他都打过。特别是顿涅斯克市，就是他率军打下来的，并且在后来还差点打下了如今乌东的头号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可以说，在俄罗斯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乌克兰军队了。但正是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在俄罗斯军方却并不受待见。他那张大嘴巴就屡屡批评俄军在战略战术上的诸多不足，甚至还辱骂过俄军高层。其中，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胶合版元帅的外号就是这家伙取的。也正是因为这张大嘴巴，让他长期处于赋闲状态。虽说休假可以让人身心放松，但是看着如今俄军的打法，着实是让斯特列科夫着急啊。如今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170多天了，不但顿巴斯没有打下来，现在还有可能丢掉赫尔松，甚至连克里米亚都不安全了。于是斯特列科夫当即决定动身前往赫尔松，好好教训一下俄军的指挥官。只不过没想到啊，这出师未捷身先死，才到克里米亚就被人给抓了回来。而这次斯特列科夫被抓，很有可能就是惹火了俄罗斯的大人物。根据修改后的俄罗斯法律，斯特列科夫最高可能会判处20年徒刑。而在国际上，关于乌军军队的培训计划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自英国开始协助乌克兰军队训练后，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加拿大、荷兰纷纷加入培训乌军行列。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今年年末之前培训100万能够战斗的武装人员。而这100万大军的诞生，乌军的拖延战术也有着不小的功劳。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次的俄军的赫尔松大撤退都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